我可能快活不下去了，投资失败，公司破产，还背了120多万的债，孩子蜷缩在床上，摔得迷迷糊糊，连一盒感冒药的钱我都拿不出来。一场失败让我背上了177万的债务。我不怕吃苦，不怕干活，我最怕的是我拼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如果说知道我怎么这么黑人路途的时候，我赶紧刷简历去。我这个哥们儿今天辞职了，为什么辞职呢？是一个设计师，看这个职位，设计专家，出勤天数30天，工资39。看看现在的大环境呀，这一条街都关掉了。你看到这一排还是算得上以前的闹市区吧？你看看，投资了200万的店，全亏没了，就营业了3个月。我以后怎么办？我这辈子废了，设备刚刚拿走。今年的钱是太难挣了。我弟之前是做空调的，前2年的确是赚了些钱。今年呢，货卖不出去了，没有人买空调了，商场里没有人了。他现在手里有400万的货款，就是这个货卖不出去了。2026年货车淘汰赛才开始1个月，就有人哭了，谁会坚持到最后？这2天广州都没么事，太多厂里都已经放假了，回去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你们都准备几时回去的？兄弟们，现在呢是6月11号，这呢就是那个澳门的街头啊，以前人多，现在你看星星亮亮的就那么几个人。今年大家都难到什么程度了？这2年感觉到各行各业都不景气，你出去不管是和亲戚朋友还是和陌生人聊天，都说钱难挣，不管是当老板的还是打工的，都说难。我估计你去跟谁借个3000、2000的根本就借不到。如今的中国大陆，工作难找，生意难做，几乎困扰着每一个人。而这种双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，国内经济持续低迷，企业为了削减成本、严控招募规模，打工人则对未来的收入悲观，这导致消费降级和内需疲弱。目前，太多失业的人为了求生计，转而投入门槛较低的摆摊行业。这又导致地摊经济高度饱和，竞争惨烈。很多人不禁感慨，身在中国，无论你站着还是躺平都没有用，因为大环境已经是个死循环。240块钱可能是你的一顿饭钱，但有的家庭能花14天，上周带2人做完检查，剩下就是4块钱，活不下去了。昨天帮别人家扫楼，6个小时，爬了34楼，挣了30块钱，今天买药花了60。你可以再说一遍试用期多少钱一天吗？我们公司试用期1天8块。今天下午我去一家公司面试，最后我问薪资结构的时候，人事和我说试用期1天8块。芜湖辅警4000个人考，4000个人考芜湖的辅警，芜湖一个辅警岗位只招1个人，结果足足来了4000多个人竞争。现在年轻人难成什么样？真的就业太难。你说工作都找不到，还想着结婚生孩子，不在扯淡吗？我想知道这些东西能干啥？搬家都是个累赘，全部都扔掉，就想问问有啥用？红花遮住了今天。走。实在受不了了，小区附近的超市星期3都打折，孩子放学后来刚吃完饭，我说下去买一点菜和需要用的东西，孩子说妈妈你给我买2根雪糕吧。我问他想吃什么口味的，孩子说妈妈你就看着哪个便宜买哪个就行。万万没想到啊，现在像我这个37、38岁这个年龄，打螺丝都没人要啊！是真的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
也不是文案，也没有在开玩笑，我是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。因为前段时间呢，我已经失业2个多月了，一直没有找到工作。你们知道现在博士才是最想上班的那批人吗？我们都穷到30岁了，真的很想找个班上，但是找不到，根本就找不到。我身边的博士全都是待业的，尤其是今年真的特别特别难。给我个工作吧，给我个工作吧！1块8都有人干，凭什么给你3块啊？你不跑，有的是人跑。不信你试试，你把号注销的，你再注册，你都回不来啊！得告诉你排队，得排队，不缺人了，知道吗，哥们儿？这就是现实。下班的时候看到的，失业的人太多了，越来越多的人睡大街、流浪街头。我觉得不是懒的问题，失业率真的太高。看了几趟了，都没人。天哪，怎么搞？2天光头了，整个没有生意啊！我感觉家家都没有人。因为我看到别人家也没有人啊，102 2家了，全部空着，太惨烈了。有一个流浪汉坐在春天的街道上，后天没活了，饭都吃完了。我姓梁，今年38。您现在主要是干什么工作？我现在就是干零活，上厂子不用我。找零活也不好找。对，不好找，活少人多。像厂子现在都黄不少，工地他不开工呢。这位男子说，以前他做水果生意，结果赔了20多万。现在为了讨生活，他不得不出来打工。但结果发现，超过38岁的他找工作真的不容易。工厂嫌他年龄大，公司嫌他没文化，工地又不开工，他只能碰碰运气，做零工。也有博主直言，不是为了争论政治立场，而是真的承受不住生活在中国带来的心理痛苦。这种痛苦不是来自某一件具体的事，而是来自整个环境的本身，包括教育体系、职场文化、社会价值观，以及人们对被压榨的彻底正常化。在这里，他感觉人好像不配被当作人，只被当作可以消耗的工具。从学生到员工，好像失去童年、健康和尊严是理所当然，而且这种烂制度还被当成应该接受的现实。如果你提出质疑，他会说别的国家更糟糕，生活在国内让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做真实的自己，国人必须压抑、隐藏、配合、沉默。生活在大陆，看不到一个可以喘气的未来，没有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边界，没有这样活也可以的可能性。很多人会说每个国家都有问题，但中国的问题是独有的。例如，把人的痛苦说成美德，把忍耐说成成熟，把不人道说成现实，自己每天醒来都感到很绝望，甚至经常想要睡过去，再也醒不来。他还说，觉得自己正在被慢慢的磨掉，已经无法继续忍受那种生活方式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状态在国内被视为正常，好像只要不够累就不配抱怨一样，合理化身边所发生的一切，甚至还在扯斩杀线这种无厘头的东西。这位博主最后说，他每天都很痛苦，经常回味自己为什么出生在这里。因为出生在这里也没有勇气结婚要小孩，因为无法忍受这种不人道的教育环境，还有一辈子买不起房，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正常人。我为我下面说的话负法律责任，因为昨天晚上11点半，我碰到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然后我就报警了。报警之后导致我的订单超时了15分钟，导致我罚款100多。我想做好事还要被罚款，那我为什么要做好事呢？我想说，然后我们的站长说，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嘛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，爱很。我跟你们跪下了哇！我这么大年纪了哇！绕到这辈子坐公交车没穷人都要饭，饭都吃不上饭。小伙这点素质都没有，受过教育没？哎呀妈，他儿子以后得这么对他，啥也别说。这年轻人啊，都白瞎了。我这个车重了，别来等熬夜了，找这个时间点。
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老板跑了。你敢信？上海的商铺都开始不要房租了。由于大环境不好，房东提出改用联营的方式出租，不收房租，只需要利润的一半给到房东。15块钱做一套设计，你敢相信吗？我今天看到整个的群里面都已经炸了锅了哈，大家都在聊15块钱做一套这样的设计的一个图片。我想说，我也加入过一些类似的一些群，我看到过他们在发这个类型的一些需求，并且这些需求的话，你会觉得非常非常荒谬。坦率来讲，他们要求的这个设计能力，其实很多时候还不低，尤其是合成这一块的能力。这位博主说，看一个行业有没有发展，就看这个行业头部的那些人，他们过得怎么样。如果他们都过不下去了，那最下面的人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各行各业都卷到没边，几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都出现了问题，那说明这个国家出现了大问题。现实上，内卷是指一种没有意义的过度竞争。一位博主就分析，为什么跑网约车赚不到钱？那是因为网约车平台变成流动的血汗工具，平台的算法并没有把司机当成人来对待。也有不少网约车司机感叹，现在网约车已经卷到不能再卷的地步。而造成这种内卷现象的根本原因，却是当局特权阶层不断繁殖和扩大，占领了各种优质资源，垄断了所有能赚钱的行业。在西方国家，工人上班有福利，有社会保障，工人为了生活才打工，然后娶妻生子，它是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回报的循环。但在中国大陆，当局更多的把所有人当成奴隶，工人变成了不得不工作，为了能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而工作，他们并不是在享受生活。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